歡迎來到這一期的紐約漫談錄，我是歐陽斌。今天我們的嘉賓大佑哥來跟大家打個招呼。歐陽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是羅大佑。好嘞，那我們就隨便聊聊啊。歡迎來到紐約，其實應該說歡迎回到紐約。回到紐約，你曾經也是個紐約客。對，85年來這邊，然後前後也大概待了10幾年哦，也待了10幾年，那麼長。這中間呢，他中间去了香港又來，但每年都会回来。对，覺得現在紐約更漂亮了，還是更糟糕了？乾淨多了，是吧？然後整潔多了，然後新的 building 也更多了。你還記得你85年第一次到紐約是個什麼場景？那個時候是什麼樣的？滿街暴力啊，是吧？滿街暴力，然後所有的那個 subway 全部都是 graffiti 嘛。那個時候是紐約最亂的時候。是的，最亂的時候，因為紐約在70年底吧，79年左右，其實有一個經濟很大的危機。他那時候跟卡特中央政府要錢嘛，卡特跟他們講：“你去死了。”那個華盛頓跟紐約的關係就是這個樣子，所以他自己在這個掙扎了蠻久了，所以那個街上亂七八糟，大家在subway裡面小便啊，殺人幹嘛幹嘛。不過那個我覺得殺人這些事情好像也有那個時候的那種時代的味道。有沒有想當時看到紐約都這樣了，馬上就想回去的想法？倒沒有，沒有。我覺得它是一個都市叢林嘛，所以你是有心理準備，有心理準備。我住在 7th Street 嘛，但是在 Alphabet City， 在那字母街，它紐約不是這樣子嗎？對，凸出來這一塊叫做字母街嘛，對。那這邊1到12嘛，這邊是1，然後 A、B、C 嘛，對。那我是住在第7街的 B 跟 C Avenue 中間，那個都是哇，那個很可怕的場景，那是個很可怕的地方。但是很開心，很開心。開心在哪兒呢？大家都很熱情大家都很熱情。我就記得我那時候我有個車子嘛，開去那邊，然後停在街邊。到第二天一早醒來，還沒起來的時候，我聽到我玻璃上面有聲音有人在下面跟我那玻璃丟石頭。我一看，一個波多黎各人，他說：“Hey, move your car。”我說 ：“What？” 一看他的星期2、4、6跟1、3、5那個車子對掃街，他要停的地方不一樣。他怎麼知道我住在哪一個房間呢？對啊，7層樓嘛，那我住在他怎麼知道我住在房間？所以那個就是一種叢林語言，就是你搬進來，不要以為人家不知道，他們清清楚楚的。對，那個很詭異的。現在好像不是這樣了啊。這個一會兒我們可以聊。就現在紐約確實熱情，好像對，我們再說。對。那我們再往前倒吧，就是從你小時候開始聊，因为這段對你還蠻那個重要的。我個人其實覺得裡面有一個地方我特別感興趣，就是你的家庭。就是你的父母之間，你也說過是說日語的，他們之間。對，然後他們跟孩子，你父親是說國語，我們跟父親是說國語，媽媽是說閩南話，跟媽是說閩南話台語，但我爸跟他們家裡是講客家話。對，因為他客家人。對，所以我其實特別想問的，就是你小時候，那你是母語對你來說是什麼呢？到底？你講了半天還是國語啦，還是國語？對，因為學校，然後你鄰居。各方面其實講的大部分是國語，那有時候你在比如說我轉學到那個高雄嘛，那高雄比較南部的地方，他講台語就比較多一點，對，閩南話就比較多一點，這樣。但是我覺得整個成長的背景還是國語比較多一點，國語比較多。但是如果從身份上面，我覺得也是個挺有意思。比如說到您父親哈，他以前日據時期我們叫做日據時期嘛，是被派到南洋去，那可能就是就是台籍日軍，然後後來越南戰爭的時候又是國軍去越南是吧？對啊，等於他本來他又是個移民到那個地方去，所以那他怎麼定義自己的身份呢？他有沒有說過他到底我是誰？我沒有問過他這個問題，因為他可能會很尷尬。我跟你講，這樣講好了啦，因為我爸是1919年出生的嘛，那他那一年，我後來分析了一下，他那一年正好是日本占據台灣統治的那個50年中間最中間的那一年，這樣，所以等於是日本人在台灣統治的時候已經很穩定了，但是隔了大概25年，不到20年吧，20幾年就
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嘛。對，這樣。他有一次跟我講，他說我連做夢我都是用日語在做夢。是啊，就是這樣。所以我這個事情我也沒問他，因為我自己是1954年出生的。所以我們那個年代應該是在一個蠻大的一個時代的一個轉折點，因為他們在1945年以後，他要開始1949年以後吧，他要開始學國語了嘛，對不對？然後，但是他母語自己又是客家話，然後日語又那麼熟，他講日語是日本人都聽不出來的那種，都聽不出來的那種，是的。所以我覺得他身上會有一種認同感是我無法了解的，所以我從來沒有去問他這方面的問題。但這些會，比如說，無論是家庭裡的語言、父親的這樣的一個很混雜的歷史造成的這種身份哈，你覺得會影響你嗎？我們倒還好小蘿蔔頭一個，對吧？日語就日語啊，你講的我沒辦法學啊。可是台語當然會啦，慢慢講得多嘛。國語當然是更厲害。在學校裡有考試啊，各方面。但是我一直不覺得成長本身是需要你特別自己，尤其在20歲以前。我不覺得特別你自己要去怎麼樣，有意識的，你就讓時間帶着你走，到了某個情況，你自己心智開始成熟了，你自然會定義自己是誰嘛。這個從你講的話啦，跟你比如說你過節啦，對，跟你使用的餐具啦。跟你自己交的朋友啊，尤其是女朋友，对，尤其是女朋友，就很多经典的歌後來都跟這個有關，是吧？對啊，但是你長大之後，我覺得這個問題就開始浮現。比如說，你像我跟一些台灣的朋友聊哈，那您的這個身份就特別特殊，你不是眷村，你也不是外省人，但是你的這個家國的這个概念對於我來說，就像我們剛才也聊的，其實我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說早期的作品，比如說《將進酒》那個《秦時明月漢時關》再比如說《東方之珠》，這裡面表現出來一些，我覺得我也很熟。就說這些，那是怎麼形成的呢？跟整個中文的教育，還有因為台灣以前很推行文化，就是歷史文化這方面的傳遞，那我背這方面的書還背得不錯，因為比如說一些詩啊，一些字詞啊什麼，對，我覺得那美感本身，對國學本身那個美感的東西，我記得還不錯，我記得還不錯。那我覺得那個東西把它 imply， 把它放到作品裡面，是一種人跟自己的時間，然後跟歷史的一種結合，它會讓一首歌曲有一種無限寬廣，然後有一種很怎麼樣，造成很大的一種氣度的東西。我覺得那個在歌曲裡面是最重要的。歌曲不能只寫現狀，是的，歌曲必須要聯繫到過去，然後聽的人才因為從現狀跟過去才會慢慢找到他的未來可能是什麼，這樣，對。但是這個我也特別好奇，因為你應該第一次進大陸是92年，在這之前92年，對，其實在這之前92年的 Christmas 我還記得，哦，是嗎？那一年因為我那時候跟一個朋友很好，黃宏發，他是香港的那個立法局的局長，那我們一票朋友蠻熟的，那他正好要到上海，而且回他老家，那我們幾個朋友常常玩在一起，我們就說，那我們跟安卓一起過去啊，這樣，那年第一次到大陸，是第一站是上海，就是上海，站在那個時候，站到真的這個所謂的中華的這個實體的裡面去了，有什麼感慨？是沒什麼感慨，還是說哇？我這樣講好了，我們第一次去吃飯，第一天晚上吃飯是在上海老飯店，這樣。那我們這邊吃飯，我還記得它是一個 outdoor，是在戶外，這是一個成人在外灘嗎？不在外灘，它是一個樓，然後它有個大的 balcony，有個大的陽台。那這邊是消費客，另外一邊它應該是包給那個叫什麼那個婚禮，然後我們這邊要來吃飯一般，那邊婚禮已經結束了嘛？婚禮結束完人就走了，我一看啊。怎麼剩下那麼多東西沒吃完，他都走了？不是想說
大陸同胞都沒東西吃嗎？怎麼這些人那麼浪費？就是你小時候你被灌輸那個教育，都快餓死了。跟你對你跟看到的时候，雖然你當然知道說那個教育本身是有問題，可是當現場發生的時候，你還是會有一種那種時代啦、歷史啦差距感的產生啦，那種感覺很像哎，因為很多大陸同胞。那個時候再早一點也是受到教育，就是外面全都快餓死了，結果出來發現這麼多小汽車跑來跑去，吃草根啃樹皮啊，对，尤其是到了美國，发现哇，怎麼回事啊？但是就是我覺得那個時候還有一點比較好玩的是，92年你到大陸之前所謂的這些家國啊，因為你的很多作品裡面都在反映，但那些都還是一些想象的東西，對吧？因為你沒有不在那個語境下面，不在那個實體裡面。那這個就是有距離感的，因為都是從書本上讀出來的。那這個會對你有？可是因為台灣在60年代、50年代，甚至到70年代，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像余光中先生，像亞雄先生，像洛夫先生，他們的詩、他們的散文，是非常強的。是非常非常強，特別傳統士大夫的那個文脈都接着的。對，而且那一種語言的美感，它對於塑造人的那種精神世界，我覺得幫助是很大的。那個就是你在你比如說你平常寫信，你平常看文章，你看一個翻譯的一個小說，可是那種中文本身提煉出來的那種經過時間考驗的，或是他們在那種。經過1945年、49年以後，那種所謂的那個時代，那種國仇家恨啊，那種離鄉背井啊，對不對？那時候兩岸還是高度對立的嘛，所以他們那種創作裡面的那一種情感是非常深厚的。那個你絕對不能講它不動人，它非常動人，對，非常動人。對，我想我是有吸收到蠻多那些創作者，那些比較。跟我年長一代的創作者，他們給我的影響。對，其實包括比如說像《之乎者也》裡面，你用了幾個典故，是比如說寒山子、奇人，對，其實這都是傳統典故裡面，你要去認真去讀，才明白這裡面帶了有的那種諷刺，對吧？比如說奇人為什麼你把它，這是一個諷刺，對吧？寒山為什麼寒山在這裡用在這個點啊？對，這個。這樣看下來，其實那個時候你也蠻幸運的，因為你還不是舊中國的只有那一套，因為家裡還在說日語、說客家話、說閩南話什麼的。然後，但是你那個文脈也沒斷，你都能把它給接起來哈。就是那個時候成長，因為自己知道活在現在嘛。但是我覺得又是現代跟傳統之間呢，你必須要找到一種平衡。創作本身不能只在當下尋找題材，我覺得創作在歷史裡面，或是你自己有能力去 trace back 去追溯的一番歷史裡面去找一個印證，跟現在的那個的當下的那些 moment 發生的事情去找那種對比，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重要的。因為它會豐富歌詞跟你自己想要寫的東西的內容，跟智慧，跟小故事，跟押韻的結構，跟你自己很 subtle 的一些感受，它是有幫助，它絕对有幫助。但是我看到很多這個您自己接受訪談，或者是回憶，或者是文章裡面，更多是講那個時候你聽了多少的，比如說在美軍俱樂部裡面的音樂啊，聽了很多別的東西。但是那個時候文化上面你也讀了很多，也特別喜歡讀這些詩歌什麼，或者是這些，你的當時的閱讀也是個什麼樣子呢？我都念了，我都念了。我這個人基本上是個雜家，就是什麼東西我覺得它是好的話，我都會把它。如果是覺得這個裡面，比如說看一部電影，比如說《飄》Gone with the Wind，比如說《Ryan's Daughter》那個雷恩的女兒，比如說《齊瓦戈醫生》，比如說是那個什麼那個 Chitty Chitty Bang Bang 一個飛天萬能車，一個1968年的一個英國的音樂劇，只要是好的，我覺得都應該把它
用自己的感受抓下來，然後從裡面找出一些對自己喜好的東西，因為我喜歡音樂嘛，會有幫助的東西，然後把它變成自己可能日後會發展出來的一些東西。就我是什麼音樂我都聽，我從西洋歌曲，那時候流行歌曲，到英國的 Beatles，大陸翻作甲蟲合唱團嘛，然後到我爸他們會聽的日語歌曲，因為也有很好聽的日語歌曲，然後到台語歌曲，對，到京劇，到京劇、評劇，我都聽。哇！就假如說這裡面有好的東西的話，我都覺得應該要把它留下來。就我是雜家了，雜家。這個跟那個時候的台灣的環境也很有意思，包括您開始創作70年代、80年代的時候，那個時候台灣也經濟其實也都在快速發展了嘛。大概70年中期的時候開始爬起來，然後開始搞什麼10大建設呀，对，就是10大建設，國民對 GDP 也增長的其實也經常2位數的那樣子去走。对，但是那個時代也蠻亂的，因為開始有錢了，所以大家不是有一首歌詞，我是每年要吃掉一條高速公路嘛？那個時候那個經濟部的統計真的是這樣。就可能是因為大家開始賺錢了，然後也不曉得錢怎麼花，你就是做公關，然後你就是請同事，或是乒乒乓乓這樣弄，所以社會在那個時候其實一片蓬勃之下也是比較亂的，也是比較亂。這對創作者來說是不是挺好的？你靈感來源會更多一些。可是70年代我還在大學，我只是 pick up 這些東西，我覺得在醞釀。好像生活在一個還蠻複雜，但是自己也覺得還算蠻 exciting 的一個時代裡面。而且這個當時的政治控制也開始慢慢有點鬆動的跡象了，也不說鬆動要等到85、86以後，那是完全就是解禁嘛？也沒有完全解禁，那個解禁也是慢慢解禁。以前台灣就是報禁嘛，對，報禁啊、黨禁啊什麼的，對。應該講說，真的比較開放時代，這個88年吧，蔣經國過世以後，其實他過世以前前幾年就開始了嘛，那老兵回家啦，對不對？然後有一些這種媒體，他也慢慢開始寬鬆。我覺得蔣經國還是偉大，他在他的晚年已經覺得說，他必須要做一些事情，然後就是因為這樣才會有後來的李登輝啊什麼那些事情嘛，對不對？他已經知道。當然嘴巴不講，可是他已經把一些事情已經放下去了。是的，就那個時代其實也是一個蠻歷史大變動的一個時代。是70年，看72年尼克森訪問北京，一直到79年、78年，對不對？台灣跟美國斷交，都很對啊，這個很劇烈，不知道明天該幹什麼，非常劇烈的。對，而且人心也是非常的混亂，主要是那個时候。尤其是79年那個時候，那個台灣跟美國那時候斷交的時候，那個社會的動盪是很厲害，很厲害的。就感覺其實羅大佑的產生跟那個時代是完全在那個時代下面醞釀出來的，好像還蠻吻合的。自己當初不知道，你看79年我才是大學6年級，還在見習的實習醫學院的實習醫生嘛，見習要到79年年底，80年才是實習醫生。我們要先見習才能實習，這樣。那80年的6月才畢業嘛，所以你說那個時候也算成年了嘛，可是你還沒步出學校啊，你這社會經驗其實根本就是不夠的。所以我覺得在那個時候你自己是長大非長大那個狀態，社會經驗肯定是不夠的了。肯定是，但是也帶着那種銳氣嘛，而且這個社會又足夠的讓你有可以批判的東西，對吧？是了，而且有一點啦，就有個想法，就是寫歌唱歌了不起，不幹了回去幹醫生嘛，对，就有這種想法的，就是會有一個後退之路那種感覺，所以就比較豁得出去。對，比較。你現在懷念那個時候自己的狀態嗎？就是當然，年少輕狂，對吧？每個人都懷念自己年少輕狂跟青春那段時間，是吧？也挺寶貴的，雖然有點傻氣啊。因為一輩子只有這段時間你會這樣做事情嘛，對，有這樣的熱情，這樣的勇氣，
旁邊也有一票傻乎乎的朋友跟你有同樣的想法，托舉你起來。对。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我們生活在那個狀態下，往往是意識不到的，因為對很多事情都是到了後來才覺得，哎呦，好寶貴，自己怎麼那個時候這麼勇敢啊，這麼喜歡做這些事情，然後幹了這個事情，哇，不會吧？但是也蠻可貴的，因為你後來是社會的經驗多了，尤其是有開始結婚生了女兒以後，你當然更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嘛。所以我其實墊這個話兒的意思是說，你那個時候等於一出手就馬上就是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波浪之後，結果你放棄了，你就跑到美國來了，對吧？85年，85年3月9號離開的，13號到了紐約，13號到了紐約。哎，中間怎麼？中间去了東京。中间去了東京，我爸帶我去，因為日本他比較熟嘛。對。那到了那個時候，你說你是真的認真的想，就是開始當醫生，是吧？對，而且你剛才說就在這附近是上 Bryant Park 旁邊那邊有個 Kaplan， 我就在那邊補習補了大概1年多。對。然後來考試嘛，考試那個執照拿下來了嗎？從醫的沒拿到，執照要拿到，你臨床要過，基礎醫學要過。我臨床過了，基礎醫學沒過，這樣算是一半。為什麼？算是一半。稍微念一點醫學都知道其實你臨床你看到病人啊、解剖啊什麼都容易背，可是那些生化啦、藥理呀、那些化學結構啦、那些生理學啦，那些真的很麻煩。組織學啊什麼，那個真的很麻煩。那個可能好的記憶的年代已經過去了。是不是？其實你也沒有認真的全身心撲在這事兒上呀。那全身心撲在這上面的話，沒辦法搞音樂了。對啊，所以啊，那個時候你在紐約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呢？是除了去補習班以外，其實更重要的是，我不是講我住第7街那邊嗎？對不對？就是跟幾個因為同房是幾個澳洲人嘛，跟他們混啊，混那些夜店啊，然後他們的朋友啊，然後紐約都是窮藝術家嘛，對。那個時候其實很熱鬧，藝術家對都很窮，但是很熱鬧很热鬧，而且全世界很多人都在這兒，對不光只是美國的，對，那包括張北海啦，張北海住 Broadway 嘛，我還記得他們家門牌號碼是366號 Broadway， 對，張北海就是張艾嘉他舅舅，所以這2年都就是很多那個時候很精彩的一些藝術家、文學家，後來都慢慢走了，對，都走了，對，現在想起來非常。很感傷，歲月蹉跎，对，岁月蹉跎。但是那個時候在紐約，你應該很興奮吧？業餘生活很興奮。這個都市本身就是一個很興奮的一個都市嘛。這個都市你不興奮的話，你會得憂鬱症的。他要是連因為壓力也挺大的，對，連這種經歷你都感受不到的話，你是應該是壓力挺大的。那你那時候經常混跡的地方，你會去經常像你夢想的 Carnegie Hall 啊、Lincoln Center 這些地方也會去嗎？有人偶爾會去啊。Carnegie Hall 大概去看了幾次表演，然後 Beacon Theater，然後14街那邊有幾家，還有 Off Broadway。我看的 Off Broadway 其實比 Broadway 要更多，還有 Off Broadway 那種小的，大概是有100多個人，然後 Off Broadway 那種，所以其實還是挺對，我就吸收這些東西是重要的。對。你曾經也講過，就是說你在那個時候在紐約生活也蠻苦的，那苦在哪兒呢？現在聽起來都挺樂呵的。就不能把自己當作是好像是醫生的兒子那麼開心。你就看到旁邊這種都是。他們也不是苦，但是蠻開心的一些藝術家。他每次朋友這個窗戶需要修理，他就自己帶工具這樣咣搞個半天，賺個20塊錢，喝個啤酒，打彈子，這樣。然後旁邊都是搞藝術的人嘛，其實還蠻多彩的啦，真的還蠻多彩的。什麼樣的語言，而且除非是白種人。其他的英文都很爛，都是帶着強烈的口音，对，都很爛嘛。所以你自己英文不好，你又不會覺得太糟糕。大家都很爛了。對。那這應該算是你第一次到一個純異域的文化裡面來生活。是，那時候對，對，你有覺得
融不進去的感覺嗎？你可以很開心，對吧？你看別人表演什麼的，但你有想過說，就是有一天我也得站上這兒，當時會有這種想法嗎？有一點點這種想法，其實是本來要回去做醫生，但是因為我比較喜歡 downtown， 就從14街以下。14街以下，因為文化氣息濃厚嗎？對，你 SOHO 啦 Greenwich Village 啦，然後 Lower East 那時候是很糟糕的，是那個時候。但是你看看，哇，這麼爛的環境，可是人家可以生活的這麼精彩，對不對？開心對，然後那種就是我剛剛講那種都市叢林的感覺，最現代化的都市，最叢林的感覺。那種搶劫、掠奪啦，什麼那種是 Bowery 那邊不是第3街那邊不是老是會有那種無家可歸的人3更半夜睡到家裡被割喉嚨幹嘛？什麼事情都有嘛。但它可以共存，又有全世界最大的一個金融中心在 Wall Street 那邊，收入最高的人、最富有的人，对，然後最没錢的在睡街頭一排這樣子，对，什麼樣的東西都有。最高雅的藝術也有。是，但是特別你不知道在哪兒的地下室裡面也有一些搞先鋒就那麼小的一個地方，它可以容下這麼多的東西，其實是一個蠻令人驚訝的一個狀態，就密度很高。對，從文化上面來說，對，我們從 Queens 那邊開車過來，那麼你慢慢看，就從 BQE 那邊開車過來，對不對？你看到整個曼哈頓慢慢浮現的時候，那個整個的感覺其實。哇，一個都市蓋成這個樣子，經過上150年、200年，這個也真的不容易。對，它包容了太多東西了嘛。猶太人47街、珠寶街啦，對不對？ Chinatown， 對 ，Chinatown 第9街是日本街啦，什麼韓國街啦，什麼東西它都有嘛。Little Italy， 对 ，Little Italy， 后来被 Chinatown 慢慢吃掉了，給擠出去了。对，哇塞，你都經歷了，那為什麼不留在這兒呢？因為我覺得該做音樂的話，好像應該找一個還是懂中文，然後是比較東方人的地方，因為我開始慢慢找到自己音樂的一種模式出來了，畢竟中文還是我熟悉的，那這裡應該還有很多這種，比如說像香港，他那個時候還是97之前的大概10年左右嘛，對。我受邀請去香港去做了一次表演，在一次創作比賽裡面，那我覺得哇，這個算是一個小紐約了。那個時候回歸已經談妥了嘛，對吧？他82年開始談的嘛，那時候才契爾夫人到訪問北京，去北京嘛，然後應該是85年，基本就對，但那幾年又開始慢慢定，但是就是這樣子了嘛，這樣那個結局就是已經定了嘛，這樣，所以我就。整個人，我覺得我有進到在回歸以前的那個整個變化的過程，甚至1997年的6月30號，我從台灣帶了10幾個朋友吧，到香港來看整個交接的過程，其實還蠻精彩的。觀禮是吧？就是對觀禮，就是那個整個。這麼大的一個時代的一個變動，然後怎麼整個因為香港算是東西方交界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嘛，對不對？然後這個也很適合皇後大道東裡面講那個大道東、大道西、大道中那個整個感覺，對。所以就人活在一個時代裡面，當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期，而且見證它的發生什麼，這畢竟還是重要的事情，對。那紐約這塊我還想稍微再停留問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像我們這種在紐約待了這麼久的人，也不斷的會反問自己這個問題。所以歐陽，你來了幾年？如果在紐約我待了14年，在波士頓待了2年，16年都在東岸，對，都在東岸。我自己也一直在問自己這個問題，就是說中西文化到底能不能融合在一起？我自己有個暴論，我覺得文化這個東西才是一個社會最核心的。你說什麼是美國？其實金融這些東西、科技的東西非常容易全球化，大家都一樣。金融的交易的規則在台北、在北京、在上海、在倫敦、在紐約都是一樣的，或者是大差不差的。但文化就已經是一個最內核的東西。那你在紐約也經歷了這麼多，然後浸淫到這裡，你覺得中西文化能交融嗎？
我覺得他交流一定沒問題，交流可以，對，但是交融我就不敢講，因為所有這些文化的交融，它必須要由人來決定，而且一種文化的定義其實就是這一群人他生活的累積的一個總結嘛，那但是這一群人跟那一群人的文化的總結經驗跟他的結果其實並不太相同，是的，那他們之間有沒有衝突，這是很重要的。這一群人跟那一群人之間有沒有衝突，這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取決於人跟人之間願不願意和平相處、和諧共存的一個意念。而這個東西往往會跟他們的領導可能會有關係。因為這個領導當然希望就是他這個群子裡面最大的一個 majority， 他代表這些人嘛。這樣，因為人是群居的動物。對。人是群居的動物，但是它也代表說這一群人跟這一群人，比如說我們以國家的概念來講，會因為國家的不同的利益，它可能會有某些衝突。那你必須要能夠去化解這些衝突，讓這兩種文化可以先交融，可以先交流，然後再慢慢用時間來證明它能不能交融在一起。因為畢竟不同的文化。你享受它，或是去經歷它的這種模式，它是不太一樣的。我們講說，比如說吃日本料理，對不對？吃生魚片，跟吃希臘人那個 souvlaki，對吧？那個烤肉卷跟吃韓國的烤肉，那種烤肉，那種酸魚湯，或泡菜、辣魚湯，辣死了，那都不一樣的。所以他們之間可以交融的話，我覺得第一個要時間，第二個要讓這些領導人要可以有一個決心，說我們這是需要一個共存，而且一個互相友善的一個大環境，這樣才能制造一個更好的一個人類社會。但是這個東西我覺得有個前提很重要，就是時間，你要讓時間慢慢累積來看那個結果。我剛不講，就文化是一个人類生活的一個結果嘛，人類生活的一個累積任何東西都需要時間，就跟你要一瓶葡萄酒，你要它變得好喝，對不起，那它可能要放個15年、20年、30年，所以大家會講說1995年的尺度會很好。但是我講的更抽象一點的話，我覺得它甚至可以往另外一個文化基因的角度去講，比如說就說歌詞吧，就說之乎者也，我相信當你唱出開場就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時候，我相信我們所有中國人的這個文化的底層的基因就被調動起來，因為我們太知道這些在講什麼，這是聖人言，這是這種孔聖什麼這邊。但是我覺得對於一個外國人，無論他的語言再好，他能聽懂你在說什麼，但是他沒有那種情感連接。同樣的，就是我們聽巴赫，聽他們就很美很美，但是我們沒有他們那個整個的文化和宗教的那套的東西下，因為他比如說你沒有宗教的訓練，你沒有對基督的崇拜，你不太理解，就是要到情感的那個層面。所以我有的時候我甚至我有的時候我會比較悲觀，我覺得可能文化它本質上就是異質的，就是不一樣的，就是我們可以盡可能的是交叉起來。但是很難，就是說你讓一個外國人讀到《論語》，實際上像我們雞皮疙瘩也會起來，對吧？唱出來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包括尤其是當你在一個文化裡待久的時候，尤其在紐約，雖然我們也很嗨，就是剛才我們在聊，就是待久了之後，你還是覺得你是個過客。你怎麼看？歐陽，你剛剛講這個事情哦，在文化的這個是我們講一個文化的認同跟熟悉嘛。我舉個例子，像我第一次去香港，第二次去香港，在1983年，我認識一個澳洲人叫白傑明，那個 Benjamin， 反正他是個中國通就對了，澳洲人。那我們去香港很著名的一個餐廳叫陸羽茶室，在中環，在上區那邊鱸魚餐廳。然後我們坐下來聊天，那陸羽茶室裡面有一個對聯，我忘記是寫什麼，7個字。
我就說，這個對人寫的。那個班主任跟我講，這個不是哪一句詩裡面的什麼什麼字嗎？那個不是哪個典故嗎？那是不對聯嗎？這不是這樣押韻嗎？一個老外，一個澳洲人在教我怎麼樣念中文呢？是的，所以我後來想了蠻多，怎麼會我的中文會差到這個地步？其實他的中文是好中的好了，也就是說，我們對一種文化的學習，第一個是先學習嘛，第二個是熟識，要經過這兩樣東西以後，他才會有情感，他才會有情感。我舉個例子，像莫扎特，他其實彈蠻多巴哈的東西的，莫扎特也彈很多海頓的東西。莫扎特在學會寫一首簡單的鋼琴的一首奏鳴曲以前，他一定要靠海頓的東西來熟悉他怎麼彈琴，對不對？我說怎麼彈琴呢？但他就是 better be good sounding 嘛，這最好是好聽啊。他學了以後，他才知道這指法怎麼運用的嘛。到學了以後，他要熟識這些東西，他要熟識那個和弦啦、結構啦、奏鳴曲的這種曲式。比如說，通常都會有三個樂章嘛。第一個是一個小快板，第二個是慢板，第二個是小步舞曲，第三個是再回到快板這樣。然後他慢慢對這個東西產生感情，然後他的感情產生投射了以後，他慢慢才會有自己的創作出來。是你對這樣的一種模式彈琴，或是大鍵琴，那時候他叫做。到了莫扎特的時候，已經叫 clavicle 了嘛？到 clavicle， 他對這東西開始產生感情，而且這個感情內化以後，他才都會走。對，原來是這樣，所以他自己的創作才會投射出來。所以最後這個感情其實是比較難的。對，因為這個因人而異。對，有些人彈了半天說：“哇，這好麻煩，好難”，就離開了。可是有些人會，因為他很難，他會繼續接受這個挑戰，到他終於發現說這個難的本身有他。後來產生感情的必要因素，你沒經過那麼難的一個這種鍛鍊，你沒有辦法真正想到那個美學。是，而當後面這個情感產生的時候，那個創作自然就會出來。是的，肖邦也是一樣的，他們都是彈很多巴哈的東西。我小時候我聽不懂巴哈，最近我彈蠻多巴哈的東西，因為最深的東西都在巴哈裡面。对，那就是你必須要經過人生，你必須要經過歷練。你融進去了嗎？現在比較容易融進去。像那一天在看那個我中場彈的那個是巴哈的那個大提琴無伴奏，我自己把它改成鋼琴的嘛。那你融進去之後，你現在體會到什麼？從那裡我蠻開心的啊。我覺得因為會彈，因為熟悉。然後那個 melody 老是會在我的，是不容易的因為巴哈的東西不太重複的，然後它不簡單，它的和弦是結構很複雜，像數學一樣。對，它比較是那種。但你學會了以後，你發現對於和聲的解釋，然後對於主要是旋律的解釋，你開始有新的方向。開始覺得，是我為什麼以前都這樣寫？我為什麼不在這邊把 D轉成 B flat diminish，這個時候旋律就會跑到另外一個方向去嘛。那這樣做的時候，它雖然會比較看起來沒有那麼像以前的這麼覺得流行應該這樣寫，但你找到一個新的模式了嘛？你找到一個新的方向，覺得自己為什麼要那個方式用那麼久呢？而且現在這個年紀，也應該要改變自己一些曲風跟情感的表達方式。從裡面領悟到很多東西。是的，而且能看出來，你就是春龍的那一次，星期五的那次交響樂會的時候，你是非常試圖想讓聽眾也能夠跟你一起從巴赫一直連到現在的你的一些音樂裡面來，是就想告訴他，其實這是連在一起的。是，对，因为沒有巴哈就不會有海頓嘛，沒有海頓就不會有莫扎特，沒有莫扎特其實甚至都不會有貝多芬，沒有貝多芬就不會有後來那麼崇拜貝多芬的舒伯特。貝多芬1770年出生的嘛，舒伯特是1798年好像是，然後也就不會有後來肖邦啦、舒曼啦、孟德爾頌啦
那些人，他不會的，因為他們都是從前人的這種作品裡面去找到他自己一種新的音樂的生命，他們都是從學習前人的音樂開始。哇，這個感覺這個傳承也一下子很重要，那種感覺很重要。不，因為他們講在文學界，他們有一種講法嘛，就你不是一個好的讀者的話，你怎麼可能變成一個好的作家呢？都是開始從哥哥或是爸爸那個書架上面的書開始念，發現自己被感動，發現自己也想寫文字，這樣開始的嘛。對。那去了香港之後，我覺得你的這個整個創作完全就到了另一個高度上去了哈。然後但是我特別好奇的是，你当时決定去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為什麼呢？為什麼沒選擇回台灣呢？而是去香港了？對，台灣講起來我就感情很複雜。對，我其實在情感方面還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人。對，因為吸收了很多東西嘛，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但因為幾次跟香港的朋友見面，然後又去過香港那個我講那個表演，再加上我香港有很多好的朋友，因為以前新藝城剛剛成立沒多久以後，他們想要來打台灣的 market 嘛，這樣那個時候正好是許冠傑那個什麼最佳拍檔，那個電影在台灣要 launch 的時候，所以徐克啦、施南生啦、石天麥嘉啦，然後黃百鳴啊什麼，他們幾個泰迪羅賓，他們幾個我都很熟，因為他們來台灣那 launch 的時候，他們要做一個演唱會嘛，我也是幫他們，大家都聊了很久，然後剪接啦，一起舞台的事情啊什麼，所以我跟新藝城這一票人非常熟。我進香港的時候，甚至是施南生，就是他們的那個總裁，他幫我申請了香港的工作證，因為香港你没有身份，你不能過去嘛。對。哎，你剛才提到就是說那個時候的香港，你發現它是個小紐約，是那個時候香港可比紐約要乾淨很多吧？那個時候的香港簡直非常繁榮啊，就是。美國人跟英國人不一樣的地方是，英國人是有條有理的，對，美國人大喇喇的，真的是尤其紐約簡直是，對，所以你在那個時候節奏也很不一樣吧？那個時候的香港那個正是他們大家都搞錢嘛。我跟你講我去的時候的1987年，香港一年生產250部電影。我在大概7、8年前，我還以為是大概100多部，將近200部。所以後來有一次，我跟吳宇森一起接受個訪問，我說1987年在200，我就說不對，250部，我跟你保證，一天多一點就一部電影出來。一個那麼小的地方，一年250部電影呢，你想想看。你覺得他這種能量怎麼來的呢？那麼小的一個城市，也沒什麼歷史的積澱，怎麼能爆發出那麼大的創作力呢？那個就是文化衝擊。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中西文化能不能融合的一個東西。因為畢竟香港在1842年割讓給英國人嘛，所以等於是東方跟西方文明的一種很劇烈的碰撞，然後大家又得維持一種好的關係，又得找到一種新的制度，然後又得和平相處，對不對？比如說你賽馬啦，对不对？这種顯然是對經濟啦各方面是有幫助的東西。然後街道的延伸啊，對不對？讓它有秩序啊。我舉個例子，皇后大道本來就只有叫做皇后大道，Queen's Road，它是因為從中環那邊越往西發展，越往東發展的，然後發現說，哎呀，這條皇后大道好像不夠長，所以它往東發展那塊就叫做皇后大道東，原來那塊叫皇后大道中，後來再發展到西環那邊，那皇后大道的西，那是因為這些人可以相處，然後經濟越來越好，然後開始不同的，比如說皇后大道東賣的東西，跟皇后大道東西賣的東西是很不一樣的。皇后大道中就是金融區。所以這是兩種文化，而且很不同的文化，它交融的一種結果。但是它需要時間，它需要時間。你看1842年一直到1997年，150年，對，有150年。
他有了皇后大道中跟皇后大道東跟西的時間，應該是大概是在，我看是在20世紀初，沒那麼早，對，沒那麼早。就香港這個地方特別有意思，就在於表面上我們都說它是英國的殖民地哈，包括它的治理啊什麼的都是英式的，其實它對中國傳統的東西也非常的深厚。是你比如說，對，我突然驚訝的發現，它是到1970幾年出了新的婚姻法之後，才確定了一夫一妻制的。在這之前是可以納妾的，是，我天，你可能想象這麼有資本主義納妾，中國那套封建的東西啊，這晚清那套。而且你去那個香港港島上的那個有個那個山，你去看那個有那個牌坊，太平山。对，然後那些港督們就是英國人嘛，他們用中文寫的就是那個對聯，沒錯，哇，完全押韻，寫那個古詩，就用那個古文吧，中國的古漢語的東西。不，他們是應該有那種有師爺，對，師爺在教的，對，但是人家他願意做得出來，展示這個姿態給你，對，所以英國人在那兒也叫什麼統而不治，就是說我在制度層面我架構好，但底下我不管到你底下，你還按你的華人的那套去搞。對，但他有一套制度，比如說他有一種特殊身份的人叫太平紳士嘛，对，太平紳士嘛，那这些太平紳士都是華人，但是他是幫他去協調當地香港他們比較英國人不熟的那種模式。這就是過去就是我們叫做封建中國時代就鄉紳治理嘛，就是基層全是鄉紳在治理這些東西。所以我就說文化的融合本身就需要有一些人，他願意為文化融合本身來奉獻，來做一些事情，甚至包括宗教慢慢有 converter。慢慢有轉宗教，其實都需要有些人有心，讓這種本來是衝突的宗教開始慢慢的產生一些轉化，然後開始有一些新的教會，然後它變成另外一種模樣，它都需要時間。但你有沒有發現，你怎麼總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混雜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台灣那個時候也是，對吧？對。然後紐約別說了，香港更密集啊，就是那種。對吧？它不是一個深潭很安靜，而是我沒有想要這樣子啊，三江匯流那種感覺。而且那個時候，這個當然從創作上面也完全是不一樣的語境了。你在香港那個時候，更多它就是工業化的、團隊化的制作了。你覺得那個時候會影響你的創作嗎？就這種模式，香港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地方，非常有效率。我剛剛講一年拍250部電影，然後它這個。電影上映的時間它從拍片的時候大概到上映的時間幾乎都是定下來了，你就不能去隨便超支啊，或者拖延的時間，因為你一拖延就會拖延到別人的電影，所以他必須保持一個高效率的一個，任何人都要很專注在自己的這一塊本行上面。一個蠻有趣的例子，徐克以前他有一個剪接師在信義城裡面。叫吳大偉，他最高的記錄，他破了香港人所有的記錄就對，因為我們在知道在電影圈裡面不睡覺拼命工作是很有名的嘛。徐克最高的記錄是14天沒睡覺，所以14天沒睡覺當然不是完全沒有睡了，你可能在椅子上只能眯一下，你沒有睡整覺，對，你沒有時間在床上躺着了，你大概只有了不起50分鐘1個鐘頭，不可能2個鐘頭。徐克是14天，那個吳大偉是17天沒睡覺。那你就知道他們幹活幹成什麼樣子了，因為他們之間的競爭是很厲害的嘛。然後又那麼小的地方，那麼多的電影上映，這樣，然後噼里啪啦，因為他要養活大量的10萬人的電影人口，所以香港有電影工業，他真的有電影工業。那台灣就沒有電影工業，因為台灣人比較隨性一點，覺得我們把事情弄得好為止，我也不管你，所以你像。楊德昌啦，像侯孝賢，那個都是很會拖的，然後那個預算都不斷的會往上加的那一種藝術家氣質。對，那你呢？你適應嗎？好在我們唱片都是自己出錢，所以因為唱片的這種資金比起電影來講小多了。
所以我至少。可是你也為很多影片在作曲啊，你要趕他們那個節奏嘛。那就幫他們作曲，或是幫他們做配樂嘛。那這種情況你就配合他們的要求，那就是命題制作。對，就賺這麼多錢，然後這個時候一定要交貨。因為音樂有一個宿命嘛，就是電影拍完了以後，全部拍完了不拍了，叫殺青。殺青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配對白，對白配完就是配聲音音效，什麼剎車聲啦，拿刀子的聲音啦，打架的聲音啦，什麼街上的聲音，最後一關才是配音樂。最後3種聲音下去的時候，音樂是最後一關，因為這個時候整個電影什麼都在了。那什麼地方缺少感情，導演就說：“哎，這個地方我需要多一點感情，你因為能不能幫我 push，或是這邊音樂聲音太多了，你能不能用一些慢的東西幫我把整個拖慢，讓它變得有一種不嘈雜的感覺，或者這邊我需要追殺我，你能不能讓我更緊張？那音樂會是最後一關。”那我老是必須要在最後那一關的時候，還沒法提前這個事兒，沒辦法，因為他有那個需求了，他到那兒才知道。對，前面的東西都還沒有的時候你不知道，所以到那一關你一定要交貨。所以在香港我把自己弄得訓練得非常有效率，這個得跟香港人學習。可是藝術家都很抵制這個呀，藝術家都一定要天馬行空，以我為主啊，對吧？我這樣講好了。藝術家假如沒有一點點商業頭腦的話，這個藝術家很難生存得久，活不下去。你不願意為了搞自己的藝術就活那麼3年、5年、10年嘛？你要堅持自己的藝術，你必須要能夠跟環境要做出對的妥協出來。那你在這個藝術行業裡面，你走的才會久啊。你說畢卡索不藝術嗎？不商業嗎？畢卡索也很商業，會搞的，很商業，對。包括以前那些米開朗基諾啊，這些人都是对吧？很会售賣自己，对，一定要 sell， 一定要 sell， 对。但是你有一點做的特別，就是你保持了這種平衡，就是商業也沒有污染你，就是因為你也有很多非常經典的東西能夠制作出來。因為比如像你，即便是給電影配的那些音樂，都是非常非常經典的。你是怎麼去找這個平衡呢？因為很多非常，如果你說我要這個非常臨時或者非常商業化、非常快餐的這種，它很快就會被忘卻的。而你的很多經典之作都是配合電影出來的呀。我想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物以類聚了。他導演或是製片來找羅大佑來配樂或是作曲的時候，他們大概也知道說我的音樂是什麼樣的方向嘛，對不對？如果大家連聊都聊不開的話，那不可能做嘛。所以基本上他們已經有一個方向了，這樣。然後再加上我也知道說，我也是需要生活的廣東話叫做完成，需要餵飽自己這樣的一個體制裡面，你要在這個不那麼認識羅大佑的一個香港來做音樂的一個生活嘛，所以各自都得找到一種方式來攜手合作，所以我就必須得同意香港的高效率，那他們也得必須要尊重你的要尊重我，比如說主體，对我会写出一些東西，他是原来沒有想到的，那可能像杜琪峰就跟我講過，這個東西比我好像我沒想過，但比我想的要好一點，這樣，那我們就是必須要兩種都要能夠，就是你要能夠用他們效率，但是你也必須要能夠 think out of the box，從原來的框框裡面跳出去，那這樣才能大家合作的愉快，互相成全。对，是。非常有趣的是，你刚到香港的時候，其實出手的一些作品，那個時候你要麼就還在紐約，或者是剛經歷過紐約的這樣的生活回去，對，反而非常有國風，比如說用這個我們叫做五聲音階工商角徵羽去做哈，我按常理來說，大家覺得你在西方生活了這麼久，你可能更西洋化一點，或者受到西方，而你的很多作品在那個轉折的你人生轉折那個點，反而更中國了，這是咋回事呢？這紐約沒有影響你啊？任何你看那種僑居地比如說在 New York， 在 Chinatown。
你在 Chinatown 裡面常住的一些像 Mott Street 末街裡面那個很角的角落裡面，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中國的東西。是香港讓我覺得很 shock 的地方，不是它的街景，是你進到它有些餐廳裡以後，上了樓以後，他弄那個八仙桌啊，然後他的對於筷子跟那個筷子架座跟那個整個擺設，他的宮燈，或是他那個師傅不是穿的白色的那種試營生那種制服嘛，你才看到他那種中國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但他沒有那麼擺在街上。你才知道說，這個殖民地為了要保持它的傳統，他把多少的東西留下來，比台灣比任何一個全世界地方更好。因為他知道他活在英國人統治裡面嘛，所以他知道他不保持這個不是他能不能活的問題，是他子孫還知不知道他們的價值觀的問題，根兒的問題，他更在意這個事兒。對，有外部這個壓力。對，當我認識多一些這個東西，我真的嚇到，我覺得。他們這種精神是，他就不用人家告訴他，他自己就知道要去發展這個東西，而且要抓住那個東西。因為那個人的根系是真的很重要的。你慢慢長大你就知道了嘛。你學習以外，但是你從你 DNA 你的基因裡面去找到那種我們剛剛在講五聲音階那種東西跟你自己的關係，你慢慢會發現說，是他這種東西的存在，跟這樣的音階的存在，跟這樣的歌詞這樣寫。跟這樣的押韻這樣押韻，跟譬如說我們會什麼五言絕句、七言絕句這樣子，它真的是有關係的。這個需要蠻長時間的歷練，你才能找到你個人創作跟這樣的一種歷史文化背景的一種關係。那個就是我講情感的層面的東西。那情感其實還蠻深的。是我剛到紐約的時候，其實就非常的 fall in love 這個爵士樂。因為這就是紐約的音樂，對，哇，瘋狂的聽。可是2-3年之後，我突然就開始聽古琴這些東西，我不知道，就是有的時候你會感覺，是周邊的人越不是你的同類的時候，你反而要問一個問題：我是誰？對啊，我反而不自覺的就開始對自己的這個根兒去開始問這個問題。對啊，特別有小朋友的時候，那更是一個挑戰，在家裡面，對吧？他是誰？那就是我是誰？對，我相信從紐約那幾年的羅大佑，是不是也在不自覺的開始有這麼一個，反而沒有讓你更你的作品啊，我們只能看到作品嘛，就是說沒有更多的是西方的那套搖滾啊什麼的，反而更多的出現了這些。哇，這個就是成長的過程本身，你自己經過時間的歷練以後，年齡慢慢越來越長。我到紐約那一年，我31歲嘛。但是經過這樣的一個都市，尤其像紐約這麼那麼西化的一個都市以後，你反而你剛剛講的是對的，在一段時間你會吸收西方的東西，可是你在接觸西方的東西，你會回頭過頭來問自己一句話：那我在這些西方的這些文化裡面，我到底是誰？你必須要問這句話，而且它一定會出現。因為這跟你的基因裡面有些東西，他打架了，而且這些人不斷在提醒你這個身份，因為嘿 Chinese 對吧？你在台灣或者在香港、在大陸，沒人會說啊，你中國人不會的，他反而到這兒，他不斷的在說你這個身份。對，所以這個最後的一個對你自己最大的一個拷問者，變成是你自己。你自己要告訴你，那我在這邊生存的時候，我假如要做一個藝術家，假如有這樣夢想的話。那我拿出什麼東西？憑什麼東西？我讓自己的因為藝術講究的就是創意嘛，創意就是你一定要跟別人不一樣。那你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那你要假如完全是追求西式的那種 jazz 的話，那你一定搞不過50年代那些6人，那些黑人嘛，一定搞不過的嘛。他們是創始者，而且他們生活是多麼艱苦，他經過我剛剛講那種困境，他掙扎出來的。跟他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对，有一次我在中央公園，就在那個橋洞底下一過，一個乞丐，當然是他就拿出一個薩克斯風，哇，那一調一出來，你就知道這就是他們在訴說他的生活，就那個樂器就都不是樂器，就是他的一部分。對，那種感覺，那個氣息哈，我覺得技巧上面可能沒什麼太大問題，對中國人來說，但是你要把這個樂器用到那種
情感的表達，就像我們對古箏、古琴的那種理解啊。是，对，这个確實太讓你反而但是那經歷過這些之後，這個時候你的家國的這種觀念，跟你當時在台灣時候通過讀書、通過教育來的那種抽象的中華，有什麼變化了嗎？這麼走了一圈之後，我這樣講好了。其實文化一個民族的文化是比一個民族可能在政治上面更大的東西。當然，對不對？因為他那個時間嘛，時間也更長啊。時間這樣，你看宗教就知道了。我們像宗教那種幾千年的。像基督教從大概2到0323年嘛，就剛君士坦丁嘛，那個時候才定下來的。所以文化的力量，在我的感覺裡面，它其實是比任何其他的東西都重要的。當然，經濟力量是大家都需要的一種東西，但是文化它本身那種，我們一開始就提到了，你問的東方跟西方的文化。中國文化跟西方的文化能不能融合？這個我不敢講，因為融合本身它的過程跟時間跟各種會產生的，比如說意外，比如說一場瘟疫，比如說一場戰爭，比如說一個突然之間的一個國際事件，這個我不敢講。但是時間畢竟是對於一個需要和諧，然後需要和平，然後需要共處的一個人類世界是重要的，因為我們不要忘記，地球就是那麼大一個，人類在地球上也不過最多就是我們現在有的70億，而且現在因為少子化，人類現在死掉的速度好像快過它的誕生的速度，所以，然後因為人類各種各樣的活動的關係，所以我們的空氣就越來越差，我們的氣候突然之間在紐約這邊在4月的時候就飆到30度。然後砰一下，今天又跳到10度，晚上會有2度出現。這種極端氣候，然後都是因為人類的這種各種各樣 activity 造成的嘛。這個時候你可以不去想說我們要和平共處嗎？能不去想這個事情嗎？能不能去想說，天氣是不是不要劇烈的那麼厲害？讓我們至少我們的子孫也可以稍微享受一下有春夏秋冬這樣的四季正常的運作，你可以不想這回事情嗎？還是你就盡量去賺錢，就不要去想任何子孫的問題了？那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上一代給我們這麼好的條件，給我們一個春夏秋冬分明的一個世界，然後給我們一個發展的很好的一個股市啦、金融的一個過程，給我們一個科技從Apple Computer 一直到 Personal Computer 各方面，那不是毀在我們一代的嘛？那我們要去做一個歷史的罪人的一代嗎？對不對？我覺得必須要這樣想。所以那天在凱納基音樂中心，我才會講說，我自己覺得中庸之道是蠻重要的。對，過猶不及，然後你不急的時候，你要知道說自己怎麼樣充實自己，要能夠自己知道自己在哪裡，然後真的不能去做太多的事情。有些事情不要強求，讓事情變成是一個中庸而且和平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我覺得在中國人的世界裡面一直有這樣的概念。老莊的學說，孔子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因為中國的哲學裡面一直講究的就是用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它比較不像西方講的就是個人應該怎麼樣，個人應該學習到什麼，不是這種東西。中式的哲學比較講究人跟人之間應該怎麼相處。這個在即使是21世紀的第三個10個年頭，我覺得它可能會越來越重要。這個關注點是什麼時候開始成為你的一個特別思考的重心嗎？或者有什麼契機嗎？這個是在肯定不是年輕的羅大佑會講這些東西的。這個是在4月18號卡內基演出以前大概3-4天左右，我想不會了，因為是真的。你是24年就有一個新歌叫《地球母親》吧？那個時候你已經在呼喚這些東西了啊。但是這個東西要跟中庸之道要結合在一起，還是有一個距離的嘛。對，我剛剛那個是老祖宗的那種他的哲學，
那個我一會兒特別想跟你再聊一聊，因為當時我坐在那個 Carnegie 裡面，我突然你講到了這個中華文明永續經營，然後講到了中庸之道，哇，我特別有興趣。是吧？但是因為主要要唱嘛，那天要演奏嘛，所以你沒有講太多，你就簡單提了一下。對啊，這個我們稍微再按你的成長史啊，講到就是最精彩的一小塊又來了，就是2002年你就去大陸了，你那個時候買了四合院住了是吧？我特別想知道，差一點哦，而且非常好的價錢哦，是嗎？对，等於沒買到。蠻可惜的，以現在它的價值來講，真的是人生一大損失。哇，那你賺慘了，你當時要買下。可是後來想一想，哎呀，人畢竟買房子啊什麼，這個還是比較次要的啦。你怎麼生活比較重要一點呢？後來就覺得還是犧牲一下，還是住在那個長安大街旁邊比較實際。哇！我都替你可惜了，是2002年買了個四合院，那應該後來漲了大概10幾倍吧？絕對的，對，絕對的，哇！但是住在北京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新的感受呢？那是你第一次當然有一個帝都裡面啊，當然有，而且02年的中國其實也是一個，我不好說，但是跟80年代那個時候的台灣蠻像的。是哇，經濟發展的非常，因為它入世 WTO 了嘛，發展特別高，然後大家都在搞錢，然後其實思想也非常繁榮的，对，各種思潮的辯論啊，因為那時候我也在北京嘛，就是非常的 OK， 那個時候最經典，我們叫做北京有飯局嘛，飯局每個所有飯局上，對，全是在，連出租車司機都跟你講，他有一大堆治國理念，對，哇，那個時候的北京出租車司機好喜歡講話，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啊。那個時候你有沒有覺得特別，又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生活經歷呢？我想你現在這樣講起來，我現在細起來，好像真的也是進到一個比較時代的變動。當然了的情況。2001年中國加入 WTO 之後，以前的GDP 雖然漲得也很快，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到了是02年之後，幾乎就是這樣的呀。因為什麼？我倒不是從這個概念出發的。因為我發現我住在北京沒多久，大概過大概8、9個月，不到1年，北京已經變成全世界最大的工地啊！對，哇，拆的嘞，對，拆的人那個3更半夜，地圖天天都要變一下啊！那個卡車每天晚上把白天拆一下，嘩嘩嘩，一車往外送，然後你看那個樓就不見了，這個樓就不見了。我那個時候住一個朋友家裡，那個叫做迪陽公寓，迪陽公寓，早點去的時候，哎，我住的窗外那一層樓就這樣被拆掉了，就這樣被拆掉了，然後慢慢就有有他們大概那個楼裡面的人，每一家各送一個大水果，然後就開始乒乒乓乓敲到每天睡不着覺，這個事情搞了大概也有1年多吧。對，大搞建設，就是整個城市都幾乎是拆了嘛，只留下14個保留區嘛，就是那段時間。對，那但是你在北京或者在中國大陸居住的時間也不長，幾年時間？這全部加起來不是那麼長，但是去的次數也蠻多。但是第一次那個02年有待到03年到 SARS 那個時候，大概我是大概5月，02年大概2、3月，一直到02年03年5月，放到 SARS 那没辦法了嘛，那没办法，全部都停了嘛，有半年時間。对，那個連暑假都往前面移到4月多了嘛。是的，而且你那段時間其實在中國大陸走的就很多了，很多城市演出啊什麼的。對，這個時候所有課本裡的那些故國全都真實了。對，你看到那些景象，有失望嗎？覺得哇，跟每個大城市都一樣嗎？還是說覺得能體會到那些詩歌？體會到，但是因為我們也知道嘛，就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文革也搞了不少東西嘛，所以就會覺得，哎呀，這個如果那個東西在就好了。因為很多東西是新蓋的嘛，是的，是新的建築取代了舊的建築嘛，所以也蠻多感傷的啦，看到很多那麼更大的格局，可是心裡也蠻多感傷的嘛。
已經不是那樣了。对，因為時代畢竟是不斷的在往前走的，往前走。那我們做音樂的人，其實對這些方面的東西是很敏感的。當然，你比如說現在的音樂，比起80年代的音樂的搖滾樂，對不對？然後比起90年代那時候的 heavy metal， 一直到電音的出現到2000年左右，什麼 house 啦、trance 啦、R&B 啦，什麼那些東西，然後 drum and bass 啊，一直到00年，然後2010，音樂不斷的在变化。你看那個觀眾，連觀眾的穿着，他們看演唱會的方式，那個出來的聲音，他聚集的地方，到後來就變成有一段時間是DJ 變成那個音樂的主要的一個主角了，对吧？他就播嘛，播那黑膠唱片，其實他在創作了啊，對，他在即興，對啊，這不是我認識的音樂界吧？所以我们面臨的那種整個環境的變化也是蠻大的，是，一直到網絡的可以 download 下載，是的，對不對？是的，我有個朋友就講嘛，他說這些網絡下載的人比那些盜版的還壞，因為這個下載的人不付錢，盜版起碼付一點錢，他們還要制作一些，還要花制作有成本的，對，有成本的，而且唱片行業都快沒了，對啊。因為相對來講，錄音是一個非常非常 low tech、很低科技的一種技術，它最容易被製造，最容易被模仿，而且它的成本很低很低。你隨便現在拿一個筆記本電腦，一個樂隊就擺在你面前，你隨便玩，對，你就可以。那對你來說，你會擔心跟不上時代，還是你是什麼態度呢？對這種，這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啊。很好啊，我覺得我們還是主動接進去。我都覺得我已經夠幸運，我活在一個有黑膠唱片、有卡帶、有 CD， 還有甚至我剛剛在罵的網絡 download 的時代。你想在肖邦的時候，他有任何載體嗎？他沒有啊，他一輩子就是那一種形式。肖邦的時代，他出生1810年嘛。他活到1849，他也只活了39歲。你想，他們那個時候，他有版稅收嗎？他沒有版稅收。而且肖邦又不像跟他同一個時代的李斯特那麼具有這種表演者那種驚人的這種魅力。他不是，肖邦是一個很內向的人。可是歷史就證明，肖邦的創作是比李斯特要強很多很多的一個作曲家。他個性很內向，然後。他們有個統計，他也開演奏會，可是，在那個時代啊，就從1810一直到大概1850年，他活着那個時代啊，現場聽過肖邦演奏的人不到2000個人，因為他把他所有去演奏過的場地那個全部都加起來算過那個數，即使全部都滿，不到2000個人。那個時代他靠什麼活着？對不對？因為在沒有成名的肖邦，然後又沒有版稅，然後他自己的演奏又少，那他怎麼活着？所以他是靠很多，比如說是有些伯爵啦，有些宮廷的人士，或者是對，或者他們可能需要，就是他这是獻給什麼伯爵，然後誰這樣，然後他們會等於是 endorse 他啦，endorse 他就是也不算供養，供養太難聽了，絕對這不是供養，是。希望你能不能為我女兒的生日啊，或是這個伯爵他今天被升為公爵啦什麼，這個事情來提個來寫個作品。柴可夫斯基也是這樣子的，都是靠這樣的一些大家這種 support 啦，sponsor，這樣來活的了嘛。但是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就是版稅在那邊12.5%啦，什麼他自然會來，而且有專業的公司來幫你經營啦。我覺得我已經很幸運了，而且你不抱怨？我不抱怨，我還抱怨，那人家怎麼辦？人家肖邦呢？我為什麼講肖邦？是因為他的曲子在現在21世紀的世界還是很重要。對，因為他寫曲子的模式，他不像莫扎特好了，會那麼長。莫扎特光是交響樂就41首，現在啊，老實說，你要去音樂廳裡面聽個30分鐘的交響樂，要聽2首，你自己很多人是沒這個時間的。可是你要去聽短一點的、很漂亮的曲子，
比如說肖邦的圓舞曲啊，他的 Mazurka 啦，他的夜曲，那個還是很合乎現在3-4分鐘這樣聆聽條件的一個現代人的聆聽的這種美學。而且那時候的鋼琴跟現在的鋼琴已經差不多了，它正好活在一個鋼琴被發展的是從觸鍵，一直到鋼琴的鋼琴的那個弦的大小，跟它低音高音88鍵，跟鋼琴的那種響板的這種回饋，已經跟現在的鋼琴很接近的地步。所以他因為這種樂器方面的这種 revolution， 他已經把自己可以用新的一種樂器來達到現在的聆聽的水準了。Whereas 在巴哈的時代，音樂只有大鍵琴，对，大鍵琴是你怎麼彈它就是那麼小聲，因為它是用拨弦的，它是用撥弦的，然後它琴鍵沒有多少，巴哈的時代大概都琴鍵大概都是有49鍵，也就是大概是4個8度，4個8度。所以他能表達的那個情感、那個豐富程度，就沒有像肖邦或是甚至到貝多芬那個時期那麼豐富。但是，一首作品經過200年以後還可以流行，還那麼多的鋼琴家，每個晚上在 recital hall 裡面，你都聽得到這樣的曲子被演奏，這個你不能說它不是個奇蹟，它就是個奇蹟。而且他沒有版稅拿，是什麼力量讓他把這些東西做到這樣，做到死為止？對不對？哇，這都是你的英雄嗎？是，當然是。他們不是講說 Jimi Hendrix 不是把那個在 Woodstock 唱歌，然後唱到最後把那個吉他點火把它燒掉嗎？那把吉他後來賣了$300萬嘛，對不對？但是假如肖邦活着的時候，他那個鋼琴，假如他彈的那個琴要是還在的話，你覺得會值多少？我覺得至少3億美金到30億美金，了不得，对，了不得。这都是我們人類的精神世界裡面的一座座。對，因為他們創造了歷史，他們創造了歷史，他們讓文化得以延續，然後這個文化會被豐富。然後在19世紀，其實大部分的音樂人還是弦樂器。一直到肖邦跟孟德爾頌跟那個舒曼以後，才慢慢，有人買鋼琴了。大量 Steinway 也就是在大概1850年左右，因為他有一個革命嘛，所以學鋼琴的人就越來越多了。到後來變成到20世紀開始，學鋼琴的人超過弦樂器的人多很多。鋼琴這樣樂器才越來越 popular。所以他們是歷史的這個創作者，也是後來的文化的一種豐富者。他們給後代的這些鋼琴家啦，然後鍵盤音樂者啦，然後聽眾很大的一個發展的空間，去學習，再繼續豐富音樂的環境。那你在講這些的時候，我就在想，今天隔了40多年，或者是你像你的一些音樂也都有長的也有40多年的歷史了，50年的也有了。是了，对。當你在 Carnegie Hall 把它唱出來的時候，大家還是肅然起敬，或者是群情激昂。你覺得你是不是也實現了某種程度上在你的這個領域，流行音樂這個領域也到了一定的位置，在歷史上面？我不敢講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講，我覺得你怎麼認知自己嘛，對吧？就是你的這個成就。我們總不好意思講自己有什麼成就嘛。這個大庭廣眾面對鏡頭說，我的成就很棒，這不是我們做創作人，不是中國人該有的含蓄，是嗎？這個藝術態度，藝術創作者的態度必須要有。我個人覺得因為在創作的時候就覺得作品留下來是蠻重要的，所以即使自己死掉以後沒人記得羅大佑，但是作品還有人唱，或是有人在繼續這樣的曲子，覺得這個曲子好聽，這個是重要的。因為文化不斷，文化的內容必須要被不斷的擴張，然後它的這各種，我們剛剛不是在講嘛，中西方的這種文化的融合，它必須要被不斷的認識，然後比如說透過歌曲認識中文，像我們小時候，我們也是透過歌曲學點英文，它一樣的，它需要時間，
他需要認識，然後他需要慢慢熟練，最後那個情感才會出來。我覺得只有大家那個共同的情感出來以後，你才能找到那種大家和平相處、那種文化共融的那個契機，才會真正的出現。你覺得什麼樣的作品更容易被留下？我的感覺就是，尤其像流行歌曲哈，真的很具体啊，不像那个交響樂那種哈，太具體的歌反而很容易失效。就是唱一唱，然後是，反而是一些有非常大延展性或者比較模糊一點的歌，或者抽象一點的，很容易成為經典。比如說像你的很多歌詞，其實它有反覆咀嚼的空間，在不同的時代，你在比如說像很多人就是經常會提到的很多經典的著作，比如說最早的像《之乎者也》啊，像《將進酒》這些，那放在那個年代，可能你寫的時候是那樣，但是你的歌詞的延展性很大啊。那你覺得從你的經驗來說呢？你覺得是什麼樣的作品更容易流傳下去呢？它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特質呢？我想你這個問題其實不容易回答，它其實不容易回答，但是我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回答好了。我們最近不是在講 AI 嗎？AI 不是現在全世界最流行的話語。現在讓 AI 去作詞、作曲、唱歌，甚至你給他一個簡單的訊息、扼要的訊息，他能在1分鐘之內就幫你寫出一首而且唱出一首完全有樂隊、好的樂隊的伴奏的曲子，已經在這邊了，已經在了。就是意思就是說 ，AI 現在應該會讓很多音樂人會被淘汰掉，蠻可能。對，因為你只要買到那個軟體，你自己就會使一些還在掙扎的 struggling artist， 他可能就慢慢被淘汰掉，因為念你更快嘛，那你也沒有更差這樣。但是我相信 AI 沒有辦法做到的一點哦。音樂有3大要素，旋律、節奏、和聲。AI 最沒有辦法做到的一點是好的旋律。旋律的做旋律，因為我們歷史上看到的最好的作曲家，他都必須要有一些代表他自己的一些好的旋律的一些這種作品。他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作曲家。你看莫扎特，最簡單的莫扎特，當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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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叮叮叮叮當，當當當當叮叮叮，當當當當叮叮叮，當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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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叮叮叮叮。這個莫扎特的作品呢，他有這麼簡單？那很多小學老師，或者甚至中學生或是大學生，可以寫出這麼簡單的旋律說，但是你沒有辦法像莫扎特一樣，這樣的旋律是大家記得的，而且是會記得到250年以後，沒有，很難。貝多芬也有啊，滴答滴答滴滴滴答答答滴答，哎，這個在貝多芬的作品算是超級簡單的咯，對不對？那為什麼？為什麼呢？對，他就要獻給愛麗絲嘛。貝多芬那個時候大概 in love， 跟這個愛麗絲大概想要跟這個愛麗絲談戀愛，可是他那個男人的心，一個男人的靈魂大概就被悸動了嘛。所以我估計這個愛麗絲鋼琴應該彈得蠻差的。為什麼？所以他寫了一個很簡單的，他寫了很簡單的曲子讓愛麗絲可以彈嘛。但是你聽得到這個旋律裡面的感動，跟那這麼簡單的結構裡面。當他對初學者來講不算簡單，那對一個中度的，你說有個5、6級的這樣很容易的，是對吧？是，那就是這個旋律是必要的嘛，是必要的。我再舉個例子，德布西算是比較抽象的吧，那德布西那個月光，對，噠滴噠滴噠，噠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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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很棒的旋律耶，對，你看舒伯特。噠噠滴滴滴滴噠噠滴噠滴噠滴，那個菩提樹，舒伯特有太棒太多，31歲就死掉了。他那一首噠滴噠滴噠噠噠噠滴噠噠噠噠滴噠，那個是 serenade， 那個叫什麼夜曲？噠噠滴
束縛了太多的，因為人類對於好的旋律的記憶是無法忘懷的，因為那個是音樂裡面大概是最容易讓人類可以像我剛剛這樣可以哼出來的部分。我們沒有辦法去哼一個節奏嘛，我們人只有一張嘴巴，只能哼一個音，所以也沒有辦法去哼和弦嘛。和弦是好多個音，可是簡單但是很漂亮的節奏是一首歌的靈魂。代表羅大佑的旋律是什麼呢？如果哼出來，我不知道。我每個階段我都會寫出一些自己希望不要抄襲前面的。對，变化好大。就是對，這跟我以前聽的曲子蠻多，大概有關係啦。而且我又一直有在注意環境的變化，我一直有在注意像剛剛講的這種地理上面的位置啦，不同的城市啦，都在影響你。對，然後各種政治的變化啦，經濟的變化啦，都會影響。這很奇怪，因為很多藝術家，無論是畫家、作家、音樂家，他經常會有自己的風格。對吧？比如說你寫民謠就是民謠，對，然後你哪怕改別的，你那個味兒一出來，我就是他。是。其實羅大佑真的是變化太多了，而且特別不一樣。哎，這是為什麼？我72歲了，你是有意，老人家也活了，在音樂界掙扎起起伏伏也快50年了。所以你本性裡面就是在追求變化嘛？你就特別警惕固守成規，延續自己嘛？我覺得，假如說你自己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創作者，音樂的創作者的話，你必須要知道說那個變化本身是必須的，而且最好不要太多的重複自己，而且要接受環境在你身上的改變。我們很容易忽略到一點，我們人都在變化，友情也在变化，甚至親情也在变化。你跟你們父母之間的關係，從5、6歲一直到15、16歲，一直到35、36歲，你跟父母的關係其實一直在改變。當然。但是因為是自己的父母，所以你不感覺那個改變。但是把時間一拉開，它是改变的，而且這個世界每分每秒都在改變之中。比如說今天我們看到 Empire State Building 前面上面那個晴空，已經跟早上就不一樣了。早上我記得還是灰蒙蒙的嘛，對，但是這個是氣候變遷啊，就是這個世界改變，包括現在的戰爭，還有我們剛剛經過的瘟疫，還有整個世界經濟的這種在某人的這種主導之下的這種股市的起起伏伏，金價的起起伏伏，油價的起起伏伏，每個人一看到那個加油桶上面，哇，嚇一跳，4塊了，哇，又多少錢？瘋掉了，對不對？那紐約還好，開車的人不多，你在中西部那還得了？這個世界是不斷的變化，而且我們現在人正好在一個變化的最大的一個時代裡面。我從小到大這麼大，我就沒有看過國與國之間的變化是大到這個地步的。你正好生活在這個劇烈變動的這一段嘛，對吧？我沒有要這樣，這個不是我可以改變的。但是作為創作者來說，變化永遠是有成本的，是有風險的，對吧？因為你也被很多人不理解過，但甚至不是現在，很早的時候，當你那個家的專輯一出來，大家就說你背叛自己了，對吧？然後你後面又出了什麼，比如說像《美麗島》的時候，大家就覺得啊，羅大佑又不行了，就是那你為什麼你還要去追求這種變化呢？因為它第一個對你來說成本很高，你要嘗試新的，你要去體會它。過往所有成功的經驗可能都不是簡單可以被重複了。第二，你要冒很大的風險，因為你可能失敗，甚至很可能大家不理解。对，那你的骨子裡，你剛才講了，雖然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大的變動的時代，但是你可以不變啊，你可以就是因為我太了解。好在啊，我覺得這個大概跟我在大學的時候學的意義是有關係的。變化本身就是生命裡面最大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東西。你看，我們從5、6歲，我講從出生開始，對吧？牙牙學語，從出生嬰兒學，眼睛看不到嘛，他鼻子聞得到，他手會抓嘛。你到1、2歲，他可以站起來的時候，他可以講話的時候，那變化大不大？那變化大。那到他5、6歲，他進幼稚園的時候，他跟同班的同學有互動，他開始有同學了，他開始要從學校回來了，他開始有一個叫做老師的給他家庭作業。
那個變化也是大的。到他青春期的前期，到12、13歲，那些功課、家長、學校的競爭，然後幾分、第幾名，然後穿制服，然後不能亂來，被規範，對，被規範，然後要喜歡手機，但是手機有大人跟你講不要，然後一直到青春的晚期，我們一輩子其實生命本身就一直在變化。你看羅大佑現在頭髮是白的，我當然知道我頭髮白了，我不會去染頭髮嗎？我當然也知道要染頭髮，可是為什麼要把自己搞得那麼麻煩呢？我假如頭髮少了，我就去增加頭髮；頭髮白了就去染頭髮；眉毛掉了就去弄眉毛，那我搞不完的事情。我覺得接受生命本身給你的必要的變化的改變這個事實，是必要的。它同樣必要，它跟生命本身的变化同樣必要。就像我當初去香港，我寫了一首《海上花》，哎呦，那被罵的了，哎呦，你變得真他媽商業化，你跟香港人一樣，人家賣歌啊，要拿版稅啊什麼。我現在是一个很經典的一首曲子了，就是一個很新的一種，是嗎？所以那個時候人家罵你不能去理他，你只要覺得說這個旋律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喜歡的。我知道他有機會留下來，而且那個歌詞雖然很短，它沒有像童年那麼長，它也沒有像將進酒那麼複雜，可是它是簡單的，他把愛情其實還寫得蠻精簡的。我知道這個至少我感動了我自己嘛，這個是最重要的。是的。因為現在很多創作人他覺得他想感動別人，可是他覺得感動自己不重要，我覺得那是不對的。那是不對的，自己一定得先感動。假如那個海上花那個旋律我是感動的話，那我就覺得你罵好了我沒有關係，我早就已經遍體鱗傷了，我無所謂。講一下春龍吧，最後太有意思了。春龍我覺得春龍，我想第一個就是這個主題哈，你的主題在紐約的這場主題叫明天會更好。對，開頭就這首歌就來了一次，結尾又壓軸了一次，可見你是真的想呼喚明天會更好。可是，對我們今天，你覺得明天真的會更好嗎？我們就是正好在一個這個世界大事不斷的發生，戰爭，然後越來越多的國家被牽進去，很多的國家也不想被扯進去，然後經濟又那麼不穩定。剛剛不是講了油價啦什麼，每天都是 breaking news， 每天都在變動，然後。社群媒體跟科技又那麼發達，我們活在一個這個 true news 跟 fake news 中間，你完全不知道要對啊，然後哪些到底是 AI 做的 YouTube 更難去區分，對不對？對 ，What's the truth？ 活在一個很混亂的一個世界裡面，那其實大家心裡都有一個感覺，糟糕，明天大概不會更好，很難，因為油價顯然是不會是2塊多了，油價顯然不會2塊多了。但是人活着總是要有一點你自己給自己的一種打氣的方式嘛。比如說我最近比較常舉一個例子來，就是說我們人跟人之間的相處，太多的時候是靠社群媒體的，太多了。是啊，因為你一上去，你就可以播給你自己上百個朋友、上千個朋友。對，像總統本身一上去就幾千萬個人嘛。我們看羅大佑都是通過社交媒體看羅大佑了。是啦，但是我自己的社交媒體，我就覺得做的比較簡單一點。別人傳的，因為我不希望把它弄得太複雜。我如果把它太複雜，或是我太希望借助這個東西的話，那個會使我自己變得要靠某個東西來解釋或是來傳遞我自己的音樂，那不是我想要。因為當初在香港，我弄了一個唐樓，一間錄音室叫唐樓，對，48軌的錄音室。我開的那間錄音室後來不做的原因，很大的原因是我覺得科技太可怕了，科技太可怕了。就是我們人必須要在自己的創意跟科技能幫助你之間要找到一個對的距離出來。假如你自己的創意已經慢慢被科技取代的話，那個是科技，那個不是你自己。那因為我一直還注重自己是人這一塊。比如說
我們人跟人之間要相處嘛，對不對？但是以世界現在的局面看起來，人跟人之間的相處，其實社群媒體看起來有點假假的。他說 Happy Birthday，啊，你很棒，什麼一大堆豎起來指頭，可是那是社群媒體製造出來的感覺嘛？你什麼時候？哎，你個好，很久沒見的朋友，你真的去打個電話，哎，我來看你吧，啊，怎麼樣？很久沒有這樣的事情。你什麼時候發過一張生日卡？是用真的生日卡，信封寄到他家裡去，然後這卡比幾個好的，叭發出去，這樣。人跟人之間的這種接觸的方式，其實已經變成一種社群媒體跟社群媒體在接觸的方式，它不是一個真的人的接觸的方式，這是一個。然後因為科技太發達了，所以人的活動跟用電量跟各方面的 energy consumption 跟各方面，已經讓人類的這種我剛剛在講氣候變遷、全球暖化這個事情，讓人類已經有點無法承受了。即使他沒有辦法到一個無法承受的地步，但他已經很不一樣了。就包括春夏秋冬，我們已经不覺得春天來臨的時候有什麼好高興的嘛。這個已經在農業社會，春天到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過完年，哇，春天到了，哇，我們可以開開心心，也保證你今年大概又可以活到底的嘛。以前日子会凍死人，会餓死人的，但現在被我們搞得世紀是不分明，我覺得這個怪了。那人其實真正要相處的是跟地球要好好相處。因為畢竟我們人是從地球上面生出來的嘛，对，就不是從火星、從金星、從月亮生出來，我們就是地球生出來。為什麼把我們生出來給我們生命的地球，反而被我們搞成這個樣子？而我們還在社群媒體上面在歡呼 Happy Birthday，加油什麼？太假了，這個有點諷刺了。這個有點諷刺，那為什麼你還要呼喚明天會更好呢？那就是要面對這個諷刺了，對啊，你不覺得嗎？歐陽，你不覺得現在這個世界上，似乎擁有越大的權力的人，我在很多國家裡面，他們都是社群媒體運用最厲害的一些人。當然，就有那麼大的權力，你還需要這麼大的 power 這個社群媒體去增加你的權力，那表示人類的社會裡面，至少某些國家，它的那種慾望已經是無限制的在擴張了，無限制。而這種無限制其實就是危險的。當然，這跟我們老莊學說裡面那種人要隨遇而安，然後要知天命，然後道可道非常道，那個是完全相反的一個世界。所以我為什麼講說老莊學說那種哲學觀，中央之道那種哲學觀，在現在的世界裡面，它反而可以 apply 上去的原因就在這裡。可現在世界沿着那個方向在狂奔啊。That's technology。那 technology 其實它原來就是比較 Western idea 嘛，很多是諾貝爾得獎得主啦，誰或是大的財團啊，他們發展出來的嘛，對不對？其實我當時坐在 Carnegie 聽你在講這個時候，我突然有點感慨，就是你在80年代的時候剛出道，那個時候也一度就非常憤怒嘛，然後批判啊什麼的。其實你現在回看那個時候，整個台灣其實在上升，對吧？四小龍，然後然後後來很快也是這個黨禁報禁也都解除了，然後經濟也很好，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會大陸也是一樣的嘛，對吧？他發展最好的，我們批判的最厲害，那個時候我們反而去批判，現在呢其實很差，實話實說很差，但是我們會呼喚明天會更好，這是不是應了那句中國的古代的那首詞叫做少年不知愁滋味？現在反而是為賦新詞，那個時候叫做為賦新詞強說愁，現在是天涼好個秋。你有這種感覺嗎？可以這樣講吧，這個會是一種心境，因為畢竟叫一生下來，我那天在台上講的嘛，我們大家其實有一點年紀的人都經過生命多少的波折，你說到這個，對不对？多少的波折，我們經過70年代，你看台灣這樣，這很在那個時候，我們是覺得真的被美國出賣掉了。对，那時候为了這個，你看80年代也有很多這種經濟，80年代其實連美國的經濟都很差的，對，因為它經過2次石油危機嘛，一直到雷根出現以後，才用很好的經濟手段把美國救回來的嘛，這樣。
這全世界都經過很多的事情，金融的一些事情，然後一些不可預測的事情，還有96年這些台海那個非常危險，這個都經過了。99年台灣還有一場921大地震，當下就死掉2500人，就1分鐘，到2000年我還沒在這邊經過千禧蟲，千禧蟲就是那個到1999年晚上12月31日晚上11點59秒的時候，不知道會变成怎麼樣，也經過了 ，SARS 也經過了，對，轉過去第2年就是911，對，那兩棟它很怪的，你從New Jersey開車過來，你看到那個兩棟不見了，變成另外一個樓，尤其是中間沒有樓那段時間是很怪的。那有多少的恐怖襲擊？那 SARS 嘛，我們還經過前幾年的 COVID 嘛，COVID 裡面有一個視頻出來，全世界的大都市空蕩蕩的，什麼人都沒有。我們都經過了那麼多的事情，我們是不是都活下來了？那既然活下來，表示說老天沒有遺棄我們啊，對不對？那有什麼道理說你覺得明天會更差呢？明天會更差，這些東西都要把它看成是一種表象，這個就是個 challenge， 這是個挑戰，對你這個生命夠不夠強韌，對你這個生命是不是能夠做更多給其他的生命，給其他的人類更好的事情，這個挑戰你做得到做不到，就是個挑戰嘛，那就接受嘛。这個也是你這個年齡這個年紀72歲的時候，我有這樣的反思，開始醞釀沉澱出來這些都活到那麼大的年紀了，我覺得見識過那麼多，是吧？是剛才你描述的那些，對啊，你都沒有缺席，是啊。不過重點是他也活過來了，對不對？然後也有女兒啦，對，現在家庭也蠻穩定的，變得更溫和了吧？對，應該要溫和嘛，更建設性了。對，變成一個奮鬥的老頭就怪了。最後再說一下那個你特別想就是提到的那個中華文明永續經。那我當時你一說出來的時候，我第一個冒出來的問題就是，那你頭腦中的中華文明是什麼呢？其實我們剛剛提的，從剛剛提的這種古詩詞，一直到現在，所有這些，然後我後來可以 apply 到自己的歌曲裡面，然後成長在一個比較小的島叫台灣島嘛，對不對？然後我剛剛講那些經過50年代、60年代流離失所，那些從大陸遷徙到台灣那些文人，他們那些創作那麼精彩的創作，他在60年代很深的影響我們，因為他們在寫詩的時候，寫詩跟寫文學的時候，他們其實已經淬煉過中華文明裡面很重要的東西，然後把那個精華都在他們作品裡面都已經創作出來了。所以我覺得我算是蠻幸運能夠活在一個科技的年代裡面，就是 low tech 不是 high tech，low tech 的年代裡面，它出版業發達。然後錄音跟唱片行業發達，因為這個很重要嘛 ，carrier， 就我們可以在台灣，然後有 radio， 就是有廣播電台，有電視台的時候，人類歷史那麼源遠流長，我們就看有 radio 有電視這個，在那麼長時間，就是一點點而已，我活在這裡耶，然後我們還有版稅收，我們還有專業的這種大的公司專門幫你收版稅，然後又有那麼多演唱會的場子可以唱歌，然後又有那麼大的空間可以發表自己的曲子，這些都是跟整個人類的各種各樣的文明，它融合在一起，它是有關係的。這就不僅中西的文化的融合，它各種各樣的科技、金融，然後發明，然後各種各樣的語言，然後大家找到一種 majority， 大多數人可以聽得懂的方式，在尋找一種大多数人語言，而且希望在這種文化、流行文化或是各種文化的這種相處之下，是可以讓這個世界更好的。而中華文化在中華文明、中華文化在這裡面，其實扮演了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角色哦。我剛剛講說中央之道不偏不倚，那不偏不倚當然是在某些國家它過激的方式以後，就反正
反而可以證明你這個文明跟你這個人本身是很穩定的。對，你不主動攻擊別人，你也不願意去強求一些事情，你讓它自然發生，但是你也沒有少努力，這個很重要，你也沒有少努力，所以說過之猶不及，就不要自己不夠了還不知道，對不對？就是我那天演唱會現場講的，你被打了被欺負了還不知道說要強身，還不知道鍛鍊自己身體，那你一路被打是活該的嘛，對不對？你就亞細亚孤兒裡唱的嘛，拿着你心愛的玩具嘛，你被打了你自己就要鍛鍊身體啊，你被打了以後還不管，那就是自己的問題了。那但是你把身體練得好了以後，你不是就是要去打別人的，因为你知道被打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你是該做的事情是制止一些去打人的事情，对，這樣明天才會更好啊，因為有更多人受益了嘛，是不是應該這樣子？所以我覺得中庸之道在這個時代裡面，在我們特別講的2026年的一場全世界，不管是金融的危機也好，不管是戰亂的危機也好，或是各種 high tech 這種，我個人會覺得科技本身也造成了一些人類可能在未來會出現的一些災難。因為很簡單，很多人的工作就會被搶走嘛。是，這個事情還沒有來到，但是它一定會發生。那這個事情我們能不為我們自己製造成這樣結果的自己，然後為下一代負責嗎？是我們製造成這個場面，然後我們卻要下一代來吞下這個苦果，這我們願意讓它這樣發生嗎？人類應該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或是至少在台上跟大家講話的一個音樂人，我覺得我有責任要講這樣一段不算長的話，但是我相信這個話裡面它有些東西它還很 make sense。哇，你現在已經講了好幾次要為下一代負責哈，這個是當了父親的人是確實對說起這個話的時候，不光是一個空洞的話，有具體的連接，對吧？就是你看着自己的下一代，他是下一代的其中的一員。對。那但是在春龍裡面，一開始大概在第二首歌，你選的是綠島小夜曲，你還講到這是6歲的時候，你父親放給你聽的。對，哇，當時我感覺你好像有點動感情。說到那個時候，你是想你父親了嗎？當然，我每次唱這首歌，我都會想到我父親。其實這一首歌排在那個位置，就是跟父親之間的一個連接。當然，很多人是不知道。這麼多年，你覺得還？當然，一唱這首歌的時候，因為我爸那個聲音就會想起來，他唱那首歌的時候，而且那個時候叫紫薇嘛，紫薇是主唱。那個時候台灣還沒有電視，然後歌手也很少。那紫薇是中國廣播公司裡面的一個播音員，那周藍萍知道他歌唱得不錯，所以在廣播電台裡面的錄音室裡面找他錄了這首歌，是在廣播電台的錄音室裡面錄的。但後來因為透過廣播這樣傳播下去，大家覺得這首歌好聽，那這首歌才流行起來的。我爸因為他是當醫生嘛，他就喜歡買電唱機啦、照相機，因為很忙嘛。所以他們醫生有時間只能拿一些這種小玩意來讓自己開心一點。那就是在那個黑膠唱片裡面，我聽到這首歌，然後廣播電台偶爾也會播，我覺得這首歌很棒，而且是我爸介紹給我的。他每年到中秋節的時候，醫院裡面要開一個中秋晚會的時候，他自己都會在陽台上面20幾個醫院的員工嘛，醫生啦、助手啦、護士啊，在那邊他都會唱這首歌。所以那個畫面，一唱這個歌，我父親那個時代那個畫面，跟60年代，我都會回來的。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的，自己會想到父親，而且那個醫院，而且自己成長的背景，跟這些員工們，所有那個時代的那個整個畫面，哇，整個生命是，這就不用拍下來了。那在你腦海裡面那個所有的東西是最真實的，而且好寶貴，是越來越覺得這個人特別寶貴。
好，那最後我再問幾個好玩的問題啊。作為收尾，第一個我想問一下，你覺得你自己被所有的歌裡面被誤解最多的最多的歌是哪首？哎呦，那還要用講嗎？當然是亞細亞的孤兒。為什麼呢？到處給我找麻煩。對啊。具體怎麼講？就是具體，你覺得大家誤解很多對這首歌？當然啦，對啊。我還以為你會說明天會更好呢。明天會更好。當年誤解很大是吧？對，還讓你很憤怒。當年，對，當年因為有一些選舉啦，什麼東西的介入啊，這些東西嘛，這樣。那亞細亞的孤兒，因為他在不同的場合被做不同的運用嘛，對，這是誤解最多。這個標籤就貼到這首歌身上，貼到羅大佑身上來。我說我沒有要寫這個，拜託。對。但是其實這跟任何藝術創作一樣的，當你解釋權不在你這兒了。對，當它變成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曲子的時候，其實愛怎麼用就怎麼用，這個我沒有權利去干預。但是有對我個人重大誤解的時候，我必須要澄清。離你的初衷太遠了，是嘛？這個跑太遠。那你所有的歌裡面寫的最痛苦的是哪一首？蠻多的哦。找一個最痛苦的。童年是年輕的時候寫的很痛苦，因為那時候才剛剛寫歌沒多久嘛。他從1974年寫到1979年，他寫4、5、6、7、7、8年，因為歌詞拖了太多時間。主要是歌詞出不來，因為旋律很快，对吧？對，旋律大概不到1個月，旋律幾天一兩個禮拜。他主要是我後來去回想才發現說，其實因為之前寫過《閃亮的日子》那些曲子嘛，後來才想說自己可能是在對自己的歌詞在做另外一種表達上面的一種突破，就不想要變成一個很簡單的格局，7個字啦、8個字啊、一句啊什麼，我希望可以10幾個字，就像我們現在在講話一樣，可以一直延伸，可以在講的一樣。那個東西是歌詞裡面口語化的一個開始。對，那你自己平時哼的最多的自己的歌是哪首？我不哼自己的歌啊。全是哼那個什麼门德爾松啊、巴赫旋律嗎？或是別的早期的作曲家的歌曲啊，姚敏的歌曲啊，鄧雨賢的歌曲啊，黃志的歌曲啊，對啊，台上唱歌唱這些歌都很清楚，都要收費的。平常自己這樣沒事亂哼，有點浪費是吧？對。如果你只有一首歌可以被傳承下去，你希望是哪首？我講了這首歌就不高興；講了這首歌就會不高興。但你是老闆，沒事兒，你說是哪首就哪首。我不喜歡虐待員工。對呀，這個很難講。我相信是會是比較簡單的東西，或者最能代表羅大佑特色的。但什麼是我的問題是我不知道羅大佑特色。對，因為你的風格好多，我搞不懂，所以我只能講說應該是比較簡單，然後它比較容易。一聽得就懂，然後聽的人也比較容易跟着唱下去，這樣的曲子大概是這樣的曲子。即便這樣的曲子也挺多的。好的，謝謝。